新富跟东山水街市场其实已经80年了，跟别的市场不一样，它是全台北唯一一间是有日据时代古迹的一间市场，超过40年以上，有32家，从食物到百货到生活，各式各样应有尽有。到底市场可以带给人们什么样的想象？它可以对于这个地方，这整个万华区域有什么样的影响？举办了亲子市场周，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大众知道这边有一个这样的理想，让小朋友在这边都可以了解更多市场的历史，更多食材对身体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吃东西知道菜价是多少钱等等。可以从这张地图，我找红色，就可以知道肉品有23家，海鲜的话我就找水蓝色，蔬菜跟水果就是找绿色，是用颜色来辨别就很清楚。我们后来办了一个来自各地。他对亲子市场有兴趣的民众，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亲子市场的开发，做了很多调查。小朋友在来之前，我们都会先到学校去跟他上课，告诉他们传统市场它的特色是什么，然后请小学生手做去认识食材。做了之后他很开心，之后就跑到市场来了解1斤多少钱。另外还有一场是西门国小，像他就做可以带什么盒子来市场研究。完成。我只要把无花果拿回去偷吃。我们就要介绍市场里面用到的刀子，想要知道这样切这个地方可以切什么东西？窍门就带设计师告诉大家说，切肉切鱼其实刀都不一样，所以整个40几位就出发，然后大家来市场来看。然后后来就小学生来咯。1、2、3。如果他在小时候没有来过菜市场，他可能就去超级市场，可能就去大卖场。他长大会来吗？如果小朋友都能够在4、5、6年级的时候都来市场，你觉得他未来会不会来？在他觉得对事情很好奇，妈妈带着来市场，然后老板跟妈妈还有附近的，其实一起帮助他学习。那一只是红木莲？不是，那是嘎啦鱼。很小的那一只是做什么用？是猪毛。猪毛。猪毛。了解说最台湾的在地的文化是怎么长出来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每一间都是很棒的一个教室，每一间老板都可以当小朋友的一个导师。亲子市场之后，我们就把教室的观念带进来。所以如果菜市场有一间教室，这间教室里面有很多学习。其实，在市场你不仅就是购物而已，你还可以从里面获得很多知识，像营养啊，然后像英文啊。那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在市场里面就可以学到很多英文单字。那像这边有观光客来也是。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他了解什么叫营养学。像莲藕好了，莲藕就说变不出来的时候吃我最好了。怎么样透过更简单的方式让他去产生食物记忆？在重量学就很有趣了哦，我们就请小朋友还有大人去测重，然后说，这个是多重，然后这个是多重，我们都有故事牌。在每个店家都有，我们也把历史故事写下来，让民众还没有对谈就知道每一家店它的故事在哪边，擅长是什么。这些其实都很有趣。还有像是一日店长的一个体验，店家像蔬菜店教小朋友怎么样去整理蔬菜，做面条，然后包水饺。对啊。对，甚至拔猪毛。你看哦，你不要小看它。那从小就开始让他对生活有一定的厚度，其实他长大那个厚度才会更多。里面还有4家做过店家的微改造，有一个人收到1朵小花，他开始觉得他桌子脏脏的，就开始打扫桌子。桌子打扫完之后，他觉得怎么地板脏脏的，开始打扫。就整间就打扫完了之后，隔壁邻居也开始打扫，所以一动之下，整条街就开始打扫得非常干净。所以我们是希望在菜市场里面放几朵小花，然后整个市场就开始动起来。我们的客人很明显就是他来对，你们东西变得很好吃的样子，多的那种收纳灯具完全换新的，我觉得蛮棒，就是变有活力又很有生命力。
因为我们原本收纳部分混乱一点，这次改装在收纳方面做了很大的改变，改造之后就整齐很多，没有混乱的感觉，都是用白色的跟基础色，看起来更明亮，觉得比较不会再怕说我是不是要提早退休。其实现在传统市场真的很辛苦，客源流失了一半嘛，我差很多。在开灯的那一刻还蛮感动的，整个哇，超乎我想象的美，这边像一个小花园一样，就是还蛮谢谢的，就是有机会可以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。对，客人起床到市场来看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的一面，我们已经工作了5-6个小时。新的东西哦，干净又整洁，再加上灯光的效果，这样子摆也可以，那样子摆也可以，每天都可以变换呐，不需要一成不变。每个客人都是肯定的，生意很好，忙得很开心。市场小学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让小朋友爱上这个地方。那他只要爱上了，未来他有机会就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菜市场才能生生不息，一直下去。所以我们获得很多民众的回响，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已经是老爷爷了，他说他来到这里，然后其实让他看了亲子市场周这样的一个计划，还有整个菜市场，让他回想到他小时候跟着他爸爸妈妈来到市场的情形，所以他跟我们说他回去就要带他的孙子来这个市场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。我觉得在经营的不是只有买卖，在经营的还是长久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是的，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保障。